第1130章七品终极炼药师。房间之内，气氛因为萧炎先前一句话变得异常的安静下来，一道道目光愕然地望着前者，片刻后，愕然方才消散，逐渐地转化成许些嗤笑。嘿嘿，叶仲，你叶家的人什么时候也会玩这般哗众取宠的把戏了？这里是丹塔测试点，可不是你叶家的测试点。那名灰衣老妪率先回过神来，冷笑道。对于他的冷笑，一旁的那三位白家年轻男女也是将嘲讽目光转向了萧炎，颇有种看好戏的模样。他们可不相信，这从未来过丹塔测试的一个小子，居然还真有资格考核七品终极的炼药师徽章。邱家三人虽然并未表现得如何白家等人那般冷笑，但目光也是怀疑的在萧炎身上来回扫视，显然也是觉得这小子是在虚张声势。这里可容不得开玩笑，你确定你要考核七品终极的等级徽章？那名白发老者也是目露惊疑地望着萧炎，旋即面色凝重地沉声道。在说着话时，其目光也是转向了萧炎身旁的叶仲，但在见到那脸庞上的许些笑容后，心中惊疑不由得更甚。难道这小子真是有着这等能力不成？如此年轻的七品终极炼药师，这可有些了不得呀。对于白发老者的沉声，萧炎依旧是点了点头，旋即抱拳道：麻烦韩长老了，不知道考核七品终极炼药师需要什么步骤？见到萧炎依旧坚持，白发老者脸色也是越发的凝重。这种场合，如果前者不是傻瓜的话，应该不会拿这个来自取其辱，但即便如此，可他心中还真的是有些难以相信。既然你坚持，那便随你吧，希望你没有说笑。另外，叫我韩执事便可，长老之名我可还当不起。缓缓地点了点头，韩立只得道：亲。萧炎微笑点头，一旁却是响起一道嗤笑声。他目光微移，却是见到白家那名冷艳女子唇角正噙着一抹讥讽冷笑，显然对于萧炎这等作为，他感到极为的不耻。原本按照正常情况，他的考核等级是最高的，而他也将会理所理当地成为这间特殊测验室之内最耀眼之人，但如今这种瞩目的状态却是被萧炎的胡搅蛮缠给打断，他自然心中不会爽。而且在他心中也一直都是认为所说的考核七品终极等级徽章完全是在哗众取宠而已。凭借那已经败落的不能再败落的叶家，怎么还可能出现这等连白家都是比不上的天才？对于此女的轻视嗤笑，萧炎倒是一笑而过。他所经历的可远非这种在家族之内受着无数追捧而长老的女人能够想象。对于他这种幼稚的敌对不屑，基本他的心境都不会因此而有所波动。既然都已经决定了，那么便开始吧。韩立挥了挥手，然后指着身后的四扇大门，在这四扇大门顶上各自有着一个古朴字体：天地玄黄。考核六品终极的进入玄级房间，高级的进入地级房间。话音一落，他目光转向萧炎道：你的话便先等他们考核完毕，然后我亲自带你进入天级房为你测试。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其他人各自进入房间吧。见到众人没有异议，韩立也是一点头道。闻言，那除了萧炎的5名白秋两家的年轻男女皆是分批进入那代表着等级的房间，而那位白衣冷艳女子倒是犹如一只骄傲的天鹅般单独地行进了那地级房间，而其余4人则是尽数走进玄级房间。随着5人各自进入房间，这里也是逐渐地安静了下来。萧炎随意而立，眼眸在周围略一扫过后，便是徐徐闭目养神。那白家的老妪目光斜瞥了一眼萧炎，却是不甘寂寞地尖声道：叶仲，现在你叶家教导出来的年轻人倒也是越来越嚣张了呀，难怪这些年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叶仲冷笑一声道：狗仗人势，老夫只是不想跟你争吵而已。凭你这7品低级的等级，还没资格让老夫重视。当年我叶家是大时，你倒是忘记你那副怂样了。叶仲突然间的激烈言辞，令得那老妪脸色瞬间铁青了起来，目光阴森地盯着叶仲，奸笑道：好，你这话我记得了，等你叶家从5大家族中除名时，我会让得你为今日所说后悔。一旁的邱家老者眉头皱了皱，他虽然也是有点看不起越家没落的叶家，但也不至于这般的落井下石，毕竟这等家族谁没有个起起落落，谁也不可能肯定人家再度崛起。甜皂，白家的人
不仅小的没教养，连老的也是如此。对于灰衣老妪的尖声，叶仲也是脸色阴沉，然而不待他说话，一旁的萧炎却是缓缓睁开了双眼，冷冷地瞥了一眼前者，淡淡的道：小杂种，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这般说话？萧炎的这话直接是令得灰衣老妪脸色阴寒下来。叶仲实力比起他要强一些，因此对于他的冷笑，他倒是能够忍受一些，但萧炎在他眼中却只不过是一个小辈而已。话音一落，那灰衣老妪身形一动，便是闪电般的掠出，锋利指甲犹如刀锋般，毫不留情地对着萧炎喉咙便是划了过去。漆黑双眸望着那闪掠而开的老妪，萧炎眼眸微眯，袖中的双手缓缓握起，体内斗气也是在此刻流转而动。他并不介意在这里给这位甜皂的老太婆留一个难忘的教训。住手！而就在萧炎体内斗气奔涌，准备着出手间，一道人影却是突然闪现在其面前，沉声喝道：这里是丹塔分塔，可不是白家，给我收敛点。望着那挡在萧炎面前的韩立，灰衣老妪脸色微变，旋即身形一动，退后了2步，目光森然地盯着萧炎，道：小混蛋，以后不要让老婆子我单独碰见，不然的话，我不介意让叶家损失一个后辈。话到最后，老妪那阴冷的目光却是转向了一旁的一直纹丝不动的叶仲。对于他的阴森目光，叶仲脸庞上却是浮现一抹怪异笑容。若这老婆子知道连冰河谷的天蛇都是被萧炎打成重伤的话，那他还有胆子说这话吗？萧炎目光平淡地看灰衣老妪一眼，袖中的手掌缓缓摊开。若非韩立突然出手的话，那现在这讨人厌的老太婆现在怕是已经没有再说话的力气了。萧炎这份平淡的近乎漠视般的目光，令得灰衣老妪眼角有种抽搐的冲动。这个小子虽然并不怎么开口，但那一举一动都是弥漫着无言的嚣张，这一点令得他相当的不顺眼。那一旁的邱家老者目光也是在萧炎身上顿了顿，旋即摇了摇头，心中暗叹这叶家的年轻一辈现在果然是不行了，如此场合得罪一位白家的强者，这可不是什么理智行为啊。在韩立出面之后，房间之内倒是平静了许多，但灰衣老妪那望向萧炎的眼神倒是越发的森然，令得人有些不寒而栗。嘎吱，这番有些诡异的安静气氛不知道持续了多久，那紧闭的旋即房门终于是缓缓打开，旋即4人缓步而出，除了一位脸色涨红外，其余3人胸口处都是佩戴上了一枚徽章，徽章上火焰缭绕，现出一座塔形，塔身上6枚紫金色的星辰散发着刺眼光芒。6枚紫金色星辰，若是细心查看的话，便是能够发现那第6枚比起先前的5枚要略显暗淡，而这也是终极的标志，如果是低级的话则是要更加暗淡，但若是高级的话则是与其他星辰一般的璀璨。6品终极测试完毕，邱家2人通过，白家1人通过。韩立瞥了一眼4人，然后缓缓的道。闻言，那邱家的老者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而那灰衣老妪倒是眉头一皱，旋即狠狠地瞪了一眼那未曾通过测验的男子。就在韩立这番话落下后不久，那紧闭的地级房门也是徐徐打开，那一身白衣的冷艳女子踩着依旧骄傲的步伐缓步而出，在其丰满胸前一枚徽章闪耀，其上有着6枚极其璀璨的紫金星辰。6品高级，6品高级测试完毕，白家通过。听得韩立的宣布声，那冷艳女子脸颊上的骄傲笑容更是陡然扩大，感受着那射来的道道羡慕目光，心中的虚荣心得到了不小的满足。踩着步伐，冷艳女子来到灰衣老妪身旁，旋即目光饶有兴致地盯着萧炎。她倒是很想看看后者现在该怎么为她的哗众取宠而收场。接下来便是7品终极的考核了，这将会由我亲自出手，跟我来吧。韩立目光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始终无动于衷的萧炎，摇了摇头，转身对着天级测验室行去。见状，萧炎倒是未曾有什么迟疑，跟着他，然后2人缓缓地消失在房间内那一道道目光之中。灰衣老妪等人虽然考核完毕，但并未立刻离去，反而是目露讥讽地看着叶仲，阴声怪笑道：杰杰，我倒是要留下看看，待会那小子测验不过时，嘴巴还会不会那般的刁钻。叶仲，今日看来你又要多丢一次脸了。